1942年11月22日，德国第6集团军司令保罗斯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他的部队即将被苏联红军包围，30万人的队伍挤在斯大林格勒，绝望地看着包围圈一点点收紧。保罗斯只能寄希望于他的援助。希特勒在电报中指示道：“我非常信任第6集团军和你们的指挥官，并坚信在这样困难的局势中，你们仍旧会坚守阵地。第6集团军的全体官兵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正在采取一切手段营救你们。”保罗斯从这些话语中获得了一丝安慰。当5天后包围圈完全封死时，他对手下说道：“坚持下去，元首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然而，半年之前，保罗斯和他的第6集团军还远非如今的困境。在第2次哈尔科夫战役中，保罗斯带领第6集团军成功阻止了苏军北面的攻势，使得南面的友军得以迅速迂回并完成包围，俘获了苏军20余万，在苏联防线上开辟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口。保罗斯一时间声名显赫，德国报纸连篇累牍地赞扬他的战绩。他的优秀军事才能和谨慎听话的性格得到了希特勒的大力赏识，他被授勋，被委以重任。当希特勒在1942年7月23日发出第45号元首令时，保罗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命令。该命令要求攻占斯大林格勒，粉碎集结在那里的敌军，占领这座城市。正如丘吉尔所说，斯大林格勒的诱惑使希特勒着了迷，这座城市的名字本身就是对他的挑战。在希特勒发出元首令的5天后，斯大林也发出了一道最高命令。斯大林写道：“敌人全然不顾损失，向前线增派越来越多的兵力，他们已经深入苏联腹地，破坏摧毁我们的城市和村庄，劫掠杀害我们的人民。如果我们不停止撤退，就会没有粮食，没有工厂，没有铁路。到了停止撤退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坚守每一处阵地，每一寸领土，直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斯大林格勒的数十万居民积极响应领袖的号召，参与到城市周围防御工事的构建中，包括布设地雷障碍物和挖掘庞大的反坦克壕沟。工人们组成了工人营，协助城市的守备工作。工厂附近都设立了障碍物和防御工事，使这些工厂在随后的巷战中成为了抗击德军的堡垒。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所有苏联人都严阵以待，准备迎接保罗斯和他的第6集团军。7月31日，保罗斯发起的攻势取得了显著进展，他在北线突破了苏军在齐尔河的防御，在南线则将第64集团军逼到了东面的顿河。德军在狂飙突进中直冲向斯大林格勒南面，崔可夫迅速在阿克塞河沿岸构筑防线，他用仅有的4个步兵营和5个炮兵营迎击德军主力部队。尽管红军战士们面临明显的劣势，他们却顽强地阻挡住了敌人的进攻，成功牵制了德军长达12天。8月23日上午，德军的120辆坦克和200多辆装甲车已经渡过了顿河，行驶在顿河东部平坦的草原上，朝着斯大林格勒北部快速推进。空中，斯图卡轰炸机排成密集编队飞向前方，将无数的炸弹倾泻在斯大林格勒上空，整座城市陷入火海，房屋和建筑在熊熊大火中燃烧。原本整洁的白色公寓大楼被炸成了碎石瓦砾，河岸边美丽的花园化作一片焦土，大量泄漏的石油涌入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被炸成了残垣断壁。在轰炸的第1周，就有超过4万人丧生。德军的坦克车长们在地平线上看见斯大林格勒的轮廓，火焰腾起的烟雾映衬下，一个个烟囱清晰可见。这座被火海吞噬的城市正是他们想要征服的目标。到达斯大林格勒北郊后，保罗斯派遣部队封锁了斯大林格勒北面的铁路线，并发起了对托拉机场和雷诺克村的进攻。南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突破了苏军的重重阻截，距离斯大林格勒市中心仅有20公里。在这种危急形势下，8月29日，苏联最高统帅朱可夫飞抵斯大林格勒，作为斯大林的全权代表，开始着手组织防御工作。德军的坦克先头部队在托拉机场附近遭遇了重型高射炮和反坦克炮的猛烈攻击。尽管他们摧毁了高射炮阵地，但在后续检查中，德军才发现这些开火的竟是女性。苏联的工人们也加入了战斗，为了保卫工厂，他们驾驶刚刚生产出来的坦克向德军开火。5万名平民加入了民兵组织，7万5千名居民被分配到第62集团军，甚至7000名13至16岁的共青团员也被武装起来，加入了作战队伍。在司令部的作战地图上，比例精确到米，
而非公里。每一个街区，每一栋建筑都是双方争夺的目标，甚至每个房间都成为了战场。一名德国士兵感叹道：“我们占领了厨房，却还要为客厅战斗。”在马马耶夫山岗上，双方的炮弹无数次轰击整个高地。今天德国人占领这里，明天苏联的红旗又在上方飘扬。在1号车站，双方士兵的拉锯战反复进行。经过19次易手后，德军第71步兵师才占领了这里，但附近的街区仍然有苏军活动。进攻的德军士兵发现，无论是大口径榴弹炮的轰击，还是迫击炮和重型机枪构筑的火力网，都无法熄灭苏联人在这些看似破败的据点内的回击。坦克在顿河草原上疾驰时的灵活性，在街巷的残砖断瓦中变得举步维艰。苏联人投掷的燃烧瓶和反坦克手雷，对这些移动的钢铁巨兽和步兵造成了致命威胁。德军沿着一座又一座房屋前进，血腥的战斗总是在近距离下随时爆发。双方士兵在狭小的空间内用刺刀和铁铲相互劈砍，以命相搏。冲锋枪在近距离内高速扫射，子弹倾泻而出，贯穿敌人的身体，留下满地的残缺尸骸。更让德军士兵恐惧的是远方的威胁，他们无法预测苏军狙击手会藏身于何处，总是突然的一声枪响，便有队友倒下。当夜幕降临时，德军士兵并不迎来惬意的安眠，而是希特勒的电锯声和斯大林管风琴般的炮火轰鸣交织成的死亡交响曲。此刻的斯大林格勒越来越像是一座炮火中的孤岛，消磨着所有试图侵犯他的人的意志。1942年11月11日，德军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90%以上的区域，距离伏尔加河仅1步之遥。正是这条河流，使得德军始终未能完全包围苏军。同时，苏军的大量补给得以通过河面送入城市。为了支援守军，苏联伏尔加河上的舰队调集了所有可用的船只，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后勤部队。他们冒着德国飞机的轰炸和低空扫射，在枪林弹雨中将援军、食物和药品源源不断地送入斯大林格勒，再带着伤员返航回到后方。尽管如此，希特勒却坚信这种情况即将结束。他相信所有苏军已经被压缩到伏尔加河岸边，胜利就在眼前。他要求保罗斯继续进攻，认为胜利已触手可及，不会轻言放弃。然而，如果希特勒能够将视线从眼前的这小块被他包围的苏军身上移开，他会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苏军包围了。万一苏军从南北两翼发动前行攻势，他正在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就会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希特勒虽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面临的兵力捉襟见肘。为了支持保罗斯尽快攻占斯大林格勒，德军的精锐部队已经全部投入其中。希特勒只能依赖罗马尼亚等协同国的军队来防御两侧。希特勒心中充满侥幸心理，认为苏军要想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发动攻势，必须集结大量兵力。他质疑苏军是否真的有这么多兵力，是否能打穿德军在两翼的防线。即使有，苏军在大规模集结和调度过程中是否不会被发现呢？希特勒相信，准备如此庞大的反攻计划需要大量时间，而在此之前，他是否已经攻占了斯大林格勒，从而有余力加强两翼呢？怀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希特勒最终选择了继续坚持攻占斯大林格勒。希特勒所未曾察觉的是，早在1942年9月，苏联高层就已经在秘密酝酿一场名为“天王星行动”的大规模反攻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是通过南北两面同时发起的攻势，突破德军的侧翼防线，实现对德军的合围。天王星行动的实施过程相当复杂。首先，苏联在南北两面部署了大量军队，以大编制的快速部队作为前锋，计划通过这些部队发起全面攻势。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苏联调动了大量军队，并整合了各方资源，国家机器全面开动，铁路运输网络紧急修缮和扩建，以确保兵员和装备能够快速运往前线。被输送的军队在距离集结点200公里处停止使用运输车辆，而改为步行前往出发阵地。这一措施旨在保持行动的隐秘性和突然性。在这次全力准备下，苏联集结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反击力量，共有3个方面军，总兵力达到110万人。他们装备了1500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1400多辆坦克。这样的兵力足以突破德军两翼的任何防线。11月19日，这一天将成为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斯大林格勒的守军
尤其是崔可夫的部队，依然在城市的废墟中顽强坚守。尽管他们面临着敌人压境的绝境，但这场困境即将得到改变。远处，喀秋莎火箭炮的轰鸣声在云霄中回响，标志着苏联的反攻已然开始。西南方面军的部队在北翼发起进攻，他们的坦克从浓雾中冲出，迅速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线，并朝着预定的会师地点狂飙突进。保罗斯很快意识到局势的严峻，他深知卡拉奇对战局的重要性，因此向后方单位发出了紧急通知，试图将装甲部队调离市区。然而，一切已经为时已晚。11月20日，斯大林格勒南面再次爆发激烈战斗，强大的苏军火炮和防守军的装甲部队冲破了德军的防线，成功将德军的防线撕裂成2半。南北2支钳子迅速接近，苏军的进展之快，甚至让他们的先头部队在抵达卡拉奇北面的桥梁时，德军守军误以为是自己人。这种速度和精确性让德军措手不及。到1942年10月23日，即天王星行动的第5天，西南方面军已经成功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会师。自此时起，德国第6集团军被完全包围。对于一支军队而言，被包围是最为恐怖的局面之一。包围意味着4面8方都是敌人，没有了补给线，士兵们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威胁。保罗斯深知，面对这种困境，通常的做法是尝试突围，争取尽可能多的生还机会，这也是他个人的观点。然而，希特勒的命令却截然不同，他坚持要求保罗斯坚守阵地，进行环形防御。希特勒认为，维持包围状态，让第6集团军固守待援是最佳的策略，这样不仅可以保留德军的最后力量，还能避免因为突围而使得大量苏军有机会进一步推进，从而动摇整个南方战线。希特勒坚信，只要第6集团军能够坚守住，苏军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逐渐暴露其攻势的疲态和漏洞，从而为德军提供反击的机会。理论上，如果德军能够派出一支足够强大的救援部队，保罗斯的坚守待援计划可能是可行的。然而，在1942年的冬天，这样的救援力量已经不复存在。苏军已经构建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每支部队都严守阵地，誓言不放过任何一个纳粹士兵。希特勒的军队尽管奋力推进，但最终也只能抵达距离保罗斯部队48公里的地方。这个距离仿佛成了他们之间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保罗斯的部队甚至可以看到南面援军发出的信号弹，这些信号弹就像他们短暂的希望一样，在升起后很快消失在黑暗中。对于保罗斯而言，逃脱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1943年1月30日，第6集团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最终陷入绝境。本应来救援的部队已经退却，希特勒再也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支援。希特勒给保罗斯的唯一回应是宣布他晋升为德国陆军元帅。德国新闻社播报了这一消息，而希特勒的用意显而易见，让保罗斯成为第一个在战败后投降的元帅，最终自杀于战场之前，为纳粹德国的宣传提供一个悲壮的象征。面对这种充满讽刺的荣誉，保罗斯决定不再听从希特勒的安排。第2天，他走出了地下指挥部，将自己的配枪丢在了苏联军官脚下，用不太流利的俄语说道：“德国陆军元帅保罗斯向红军投降。”